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今天是2024年10月28号星期一。今天要来处理这一台印表机废油墨已满的问题。这一台它是 Brother 的，它的型号是 NFC P800W 的。这一台它的废油墨已经满了，它会在电脑上一直提醒你要去处理你的废油墨已满的问题。这个讯息一直跳出来，也是很烦的一件事情。这一台我有上网去查了一下，它目前在网络上是有公开它的清零程式的，也有人说是归零程式，反正就是把它的废油墨的次数归零，这样子你这一台就可以继续使用。但是你归零之后，它的废墨棉你还是要去把它做一个更换。上网查了一下，这一台的废墨棉价格蛮高的哦，所以我今天打算来用另外一种方式，看能不能够自己做一个废墨棉的材料哦。那清零程式你上网查就有了，上网查就是我们查厂牌的名称，还有厂牌的型号，然后空一格，然后你后面打上归零程式或者是清零程式，这样子查就有了。这个还蛮多人分享出来的。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废油墨盒。要拆卸废油墨盒，坦白讲这种机器蛮不好拆的，因为它是坐在机器内部里面，这个要清的话整台机器都要拆掉，比较麻烦一点啦。那我终于把废油墨拆下来了。它废油墨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这一边，这一个，然后这一个是卡在下面的，所以一定要把这边拆起来。因为我拆到最后连下面的电源盒都拆起来了，结果它这边的壳是做一体成型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从下面拆，只能够把这边拆掉。所以你光是要更换这个废油墨真的是很麻烦，难怪很多人可以靠维修这个去赚钱。不过现在的印表机应该是很便宜的啦，所以大部分的人维修费高一点的话，他就干脆换新的。废油墨的部分就这两个吧。那我有看到有人是把它拿下来洗一洗，然后稍微晾干以后再把它装回去。那我也不晓得这样子可不可以。那如果后续要改装的话，就是将这两个管子加出来吧。但是你这一个还是要洗啊，因为这一个你看它全部都塞住了，所以这个也要洗啊，这一个也要洗，还有这一个。接下来把这两个拆下来洗一洗，然后把它晾干，晾干以后我们再把它装回去，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省下一笔油墨棉的费用。OK， 这一台我也是第一次拆啦，我也是慢慢去找相关的结构，然后把它拆掉，拆掉以后再把这些零件拆出来。所以说实在的，后续我也不晓得我能不能再把它装回去，反正第一次嘛，就学一点经验。那后面的话装得回去是最好啊，装不回去就丢掉了。接下来我就是把这两个部分洗一洗。我刚才清洗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要清洗了，有钱你就是买新的墨水棉回来换。清洗过程实在是洗这种油墨真的是我不建议啦，反正你就是花钱。因为我现在会拆了嘛，那我们家目前还有很多这种保洁垫，那它的作用也是吸水，所以我这次想要来用这些材料就好，我也不想花钱的啦，反正就是把它剪成一样的规格，然后把它塞进去这样子而已，或者是用这种替换式的尿片，这个比较厚，所以我裁切的部分会比较少一点。那我就是裁成一样的大小，然后把它装进去，这样就好了。反正大概就是裁成这样子。那因为它有一层是不吸水的，所以我们就是把不吸水的这一层把它拆掉，然后两个堆叠，那这样子这边也能吸，这边也能吸，大概是这样子啦。接下来我们就是剪它的形状，它这边有一个钩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形状给它剪出来。塞完就是这样子。那我这边没有塞得很紧，担心它这种吸油墨跟吸水的效果可能没有一样，所以我把它稍微利用一点点空间，然后这边稍微剪了进去一点，让它有机会将墨水吸到后面去。反正到时候有问题我再拆起来修理就好了。好，那就这样子。那这一个我一样画葫芦，然后这一块它是后面没有吸到的，所以这一块还能用。那我一样继续作业，大概是这样子啊，随便塞一塞，塞满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回去。那油墨盘这边，它这个应该是刷油墨的，所以它这一块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吸水棉。它这边有一个它原先的，我们把这一块拔出来。那因为它的厚度也不会很厚，大概只有2个 mm 而已，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块我们稍微拉一点点，大概这样子。那我们把它剪成合适的大小，把它装上去，把它粘上去了，因为它那边有一个胶带。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厚度应该可以，它这边应该是卸油墨的，所以我们大概剪到这边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把它粘上去，用双面胶应该就可以了。因为我对印表机的结构还不是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我只能够猜啦，猜它设计这样子的用途是什么。然
这边可以塞进去，这边有一个角度，我们把这个角度剪一下，这样应该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把它粘上去，大概是这样子。厚度好像可以再一层，那我再把它多粘一层好了，刚才撕的太薄了，这样厚度应该可以了。这样子的做法，目前我都还在做测试。那当然，我也不会建议你学我这样子做，除非说出问题了或故障了，你可以自己处理。那你要自己实验再自己实验。那通常我们的建议就是，你还是交给专业的去做，然后该买的材料你要买。那我先把整台机器装回去吧。那它这边有一个钩，你把它装进去，然后这样子卡住就可以了。废油墨盒这边是卡住的，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放进去，然后压下去，这样子压进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卡扣勾住，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装回去，那这边的线再依原样装回去。这边的线整理好以后，这些插槽都是有防呆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装错。接下来我们就是将这部分把它装回去，因为我电源盒这边有拆，这边有几个螺丝，我要先把它锁回去。这边我们可以先把这一块固定好，下面这一块我们要把它卡进去，然后卡进去以后再把它压下去你要让它整个平行因为怕你在装的时候这个卡扣你没有给它卡进去的话，你这个会突出。可以先把这一块装上去，这一块是卡住的，这一块你不用拆啦，因为我刚才是要看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我才把它拆起来的。所以你卡住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它会脱离这个轨道。然后我们都确定卡好以后，我们稍微跑一下，看顺不顺。如果顺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弹簧勾进去，它有两个，这边有一个，勾进去以后，我们再锁上螺丝。那这些螺丝你在拆的时候都要特别记一下，因为我刚才也忘记记了啦，反正就一直拆，也拆到忘记记了。那我只能凭印象中下去锁，不过因为这种螺丝你只要拆过几次，你就大概知道了啦。它的规格就那几个，锁铁的跟锁塑胶的，它的牙不一样而已。那我们这部分就装好了，那我们稍微让它跑一下。刚才这边是自己剪的，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它会不会去磨到。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啦。那这边都确定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零件都装上去了。这个部分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像这种比较特殊的弹簧钩，你在拆跟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建议你最好是先拍个照。那我大概拆一下给各位观赏，我们就是把它夹住拉进来，这样子就拆起来了。然后要装也是一样，把它另外一边这边勾住，然后再把它勾进去，这样子而已。那另外一边这个弹簧钩也是的，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拉出来而已，然后直接再把它装回去。然后这边有螺丝，就拆这一根。上面这边的弹簧钩也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有两根螺丝，然后这边有一根，这一根是锁铁的，它的牙比较细，然后它的螺丝长度比较短。这两个是锁塑胶的，所以它的牙就是比较宽一点，像这样子，然后稍微比较长一点的。这部分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先把废油墨这个把它装上去，这个要改装应该也不会很困难啦。线的部分你就是把它加长，从旁边钻孔，然后把这两条线引出来。然后这边的废油墨也是，我们可以在下面钻孔，然后引一条排水线出来就可以了。那因为我目前都没有这些零件嘛，所以我还是只能用它原先的这个墨水盒。那下次我看有没有机会拆到一些报废的印表机，我们再把一些零件拆下来，我们再来做改装。这样子以后就比较不用去一直拆解这些东西了，毕竟这些材料都蛮贵的嘛。那我们就把这个装回去。这样子废油墨的部分我们都处理好了，像这种材质我们就是等日后做一个验收。那其他的部分我就是慢慢把它装回去，再慢慢做讲解。因为有时候拆的过程实在录影也是不方便工作了。接下来我们来装这个外盖，这个外盖在装我们只要注意旁边这些电线不要去弄到，然后要装的时候把这个油墨盖打开。接下来我们就是从后面勾进去，确定一下后面有勾住，这样就可以了。勾住以后我们稍微把它对一下， OK， 油墨盖可以盖起来就可以了。它这边有一个电线要把它装回去，这一个就是我们开盖以后它会做侦测的。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螺丝锁回去，这边有一根黑色的螺丝，中间这边有一个，这一根银色的这一根在中间，然后后面这边也有一根。这样子外盖就固定好了。外盖的螺丝的部分这边有一根，然后这边有一根，然后中间这一根是银色的，后面这边有一根，
就这样子把它锁回去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装这一个盖子，这边有一个排线，你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这些线我们都是等一下要装回去的。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拉起来，然后这一个再装，它这边是平的，对应这个钩，然后我们把它卡进去，然后稍微推一下，它就进去了，就这样子而已。然后这一根，它这边有一个卡扣，卡在上面这边，然后直接把它关上去。OK，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的上盖就装回去了。这边的线接好，大概是这样子。反正它都有做防呆啦，那你就是要拆之前你先拍照，后续就按照它原先的位置把它装回去。它下面这边有2个端子线，圆形的这种端子的电线，要把它锁在这个铁片上。然后这部分刚才它有跳脱，所以我现在把它装回去了。然后你要拆的话，就是稍微把这个按下去。这个就可以拔起来重装。基本上我们就是盖子盖下去的时候，这一个开关是要压下去的，这样子它才不会一直侦测到你的盖子没有盖。那我们这边确定都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来装上面这个。它的上盖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再拆会比较难拆，下面这边都是卡钩勾住的，所以有时候稍微暴力一点，这个卡钩就断掉了。不过这一次拆的还好啦，它只是裂掉而已。那我们一样把它装回去。那我们要装之前，这个排线先把它装上去，上面这个也蛮容易掉的，所以你在装之前最好先稍微再压一下。接下来这样子把它卡进去就可以了。OK， 这样就好了，稍微测试一下。可以正常合上就好了。它这边有4个螺丝，黑色的在这边，一根黑色的，其他都是银色的。那这边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最后我们装后面，装这个的时候，因为它是靠这边有弹性的卡住的，所以我们在装的时候要先把这一边固定的装进去，然后有弹性的这一边稍微压一下，这样子卡进去就可以了。这个应该是锁电源的。最后有一个这个盖子，保护盖板，把它盖回去，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将纸盘放回去，那这样子就组装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插电测试一下，可以正常开机。那我们先让它跑一下，然后我们列印一下测试页看看。OK， 那这样子可以正常列印，这样就正常了。然后我们稍微清洁一下喷嘴好了。开盖看一下它的清洗状况。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做的海绵废沫棉这边，它有正常的排出这个墨水，有吸附到，这样就可以了。黑色的墨水它也有流进去了，那整个墨水槽这边就正常了。那这样子整体测试起来没有问题了。那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自己清废油墨棉的更换的过程还算顺利啦。那这样子下次如果有同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进行更换了。那自己用尿片改装的这个废墨水棉也是要等一段时间，我才可以再把它拆开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那最后我们将它组装回去以后，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列印的品质。刚才有测试过了，我再测试一遍。那我们再列印测试页一次。我们这边列印第2次了，列印出来的感觉都跟第1次差不多，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啦，反正线都有出来了。那我们这边连上蓝牙，那我们列印这个图片看看。那接下来就是等它列印。列印的当中，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声音，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整个组装过程是比较良好的。列印出来就像这样子，目前看起来是还可以接受啦。那如果要让它更漂亮一点，我们就是让它清洗。因为主机上清洗它只有简单的清洗而已，所以我到时候装上电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强力的清洗，多清洗几次应该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在加墨水的时候会加一些酒精，这个我们在以后有需要添加的时候，我再拍影片出来。简单来说就是墨水满水位的话，我会加大概5cc 的酒精，那这样子它后续喷头的清洁效果会比较好。这一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就是如果要让它更漂亮一点，就是让它做清洗的动
动作，多试几次啊。反正我那个废油墨棉已经换好了嘛。那我这一篇兄弟牌的 MFC T800W 的印表机废墨水棉的更换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